大家好，之前已经有练习过怎么找一张照片里面的光影，并且尝试用不同的水彩技法来画羽毛，还有用2个颜色来练习调色，也用很多工具画出石头的材质感。这一次就要综合之前学到的这么多知识，学以致用，完成这一张灰喜鹊。上一次彩直球的练习有重点说明接色法与缝合法的差异，是这2种技法为主，但也同时融入了不同技法。这一次呢，也是复合技法，但比较主要的是重叠法、渲染法、抹水接色法。通常水彩技法都会融合在一起用。一整张图只用一种技法是比较少一点的状况，日后再制作影片讲解水彩技法，步骤方面会分不同区块来完成。那么大家准备好画画用具了吗？我们开始来画咯。我们之前的练习呢，是从灰色羽毛开始画，这一次先从蓝色翅膀的部分开始画也没有问题。先把最亮、最饱和的颜色确定下来。首先要涂上清水，清水的范围要有一点点超出这个边缘的线，这样才有揉边的效果。但是要小心，纸上的清水不要多到可以流动，笔上面的水也不要太多，不要能滴出水来的。如果水太多，可能会在纸的表面造成积水，这时候要赶快把水吸干一些，不然等干的话，它的周围可能就会有水渍留下来的印边。我们这一次还是用钛金蓝跟隔红，现在我们先用钛金蓝，不要加任何的隔红色，先铺好第一层的颜色。我们开始慢慢加一点隔红，调出灰蓝色。这一整个过程都像刚刚说的，慢慢调整，不要一下子加太深的颜色。这里可以连到旁边尾巴上面的淡蓝色，这个角落是阴影处，再加上这里的羽毛本身的颜色比较蓝，所以我们可以把颜料加浓。我们趁纸还没有完全干，把这个比较深的颜色加上去，让它的边缘不要那么锐利。深色画的差不多之后，我们接回原本比较淡的颜色，调深色。我们画羽毛的侧面，让它有一点厚度的感觉，顺带往下面画是羽毛本身，它颜色就比较属于深蓝、灰蓝的这种颜色。这里我们先涂一点点清水，不用太湿，没有关系。切记，纸面一定要完全干了之后再涂清水，比较不容易留有水痕，也能让边缘不要太锐利。调深蓝色，画羽毛上的花纹。涂清水，然后涂一层非常淡的灰蓝色当做底色。因为我们已经涂了清水，所以当我们调颜色的时候，笔上的水分就不要太多，不然纸上的水分再加笔上的水，会沉积在纸上，造成印边或者是水渍。趁纸还没有干，我们画羽毛的立体感。
一样，笔上的颜料浓一点，水少一点，让我们在还没有干的纸上可以控制画下去的形状。画深一点的地方，纸还有一点潮湿，可是已经近乎干燥，但还是会有一点点揉边的效果。所以了解纸上水分与笔上水分的互动，才能比较有效率的知道如何呈现想要的状态。补充一个不留水痕的方法，就是我们先涂一层颜料，再用沾清水的笔把边缘抹散。回到翅膀的部分，我们已经奠定好基本的明暗颜色，接下来我们可以画第二层，加强暗部还有颜色饱和的地方。还是一样，先涂清水。这部分的翅膀有很漂亮饱和的蓝色，所以我们在混色的时候不要加太多红色，基本上都是蓝色。我们调很浅的灰蓝色来画腿部，也顺便用这个很浅的灰色来调整一下尾巴的颜色。其实会这样子重复调整，是因为干了之后会比湿的时候再些微的再浅一点点，所以我们等干再来调整颜色。来画头部，先涂清水，水要涂到铅笔线之外，因为头部有一点毛茸茸的，不像翅膀的边缘比较干净利落。大概涂好一个底色之后，再加深。如果头部的边缘想要再更毛一点，还可以喷一些水。用干笔把边缘整理一下，多余的水分可以吸起来。我们继续画头部的明暗，记得笔上的水分不要比纸上多。画嘴巴，颜色可以稍微浓一点。深色画完之后，留白的地方画淡一点的蓝灰色作为反光。眼睛先画一层比较淡的颜色，还有眼周皮肤的颜色，这些颜色都比较淡一点。有一点太深，所以我们擦起来一点，这个颜色就可以。我们就来加深它的暗部，突出眼睛的立体感。画眼睛附近的明暗，要观察的是眼珠和眼皮之间的明暗关系，以及眼皮和周边羽毛之间的阴影。画的差不多，我们等它干，先画其他的部位。我们在旁边已经先调好红棕色，然后在身上涂清水。等一下我们先画比较偏红棕色的部分。还有我们上次说到它两个翅膀之间有点像是肩胛骨之间的地方，会比较深一点，然后偏冷一点。这个颜色也可以稍微涂到上面的脖子。
小鸟像是一个球体或者是一个圆柱体，所以它右边翅膀往下的地方会再偏冷一点，然后也会深一点。加格红加深暖灰的部位，这里会衔接到上面白色的脖子，我们画出一些淡淡的冷灰色。现在我们又要来调整翅膀的暗部，红色、蓝色都可以一起加，但是蓝色要偏多。整体的颜色都可以补一下，但靠近脖子的地方要小心颜色不要太深，因为脖子是白色的。有一些比较暖的地方，我们也调一些红色。现在纸已经快干了，所以上色的时候边缘比较融不开。我们用比较干的水彩笔把刚上去的颜料周边抹开。像这种快干但是还不干的状态，可以用吹风机赶快把它吹干，然后再铺一层清水，继续补上颜色。像这样一层一层画，虽然用的时间比较多，但是可以一步一步稳扎稳打的思考每一个动作，渐渐就会越来越熟练，而且画出来的完成度也会比较高。就算觉得自己没有画好，我们也比较容易知道是在哪一步出错。我们要来细画脖子的部分，一样先涂一层水。要注意，脖子本身是白色的，所以要慢慢用浅灰色一层一层的去画，不然很容易一下子颜色下得太重，看起来可能就会有点太黑。来画下半部靠近脚的部分，我们一样先上一层清水，可以涂出铅笔线之外，让它有毛茸茸的效果。我们一边在画的时候，都要一边想象它是一个立体的形状，而不是只是在纸上的图案而已。越靠边的地方会越照不到光，所以会越来越暗一些。除了这一点之外，它还会与旁边的结构，例如说像翅膀互相影响。像这个部位，它的腿本身是一个圆柱形，可是又因为上面的翅膀，所以这里有一个三角形的凹陷，会比较深、比较暗一点。我们不用一步到位，没有关系，慢慢的加深颜色，慢慢的画出我们需要的明暗就好了。画眼睛，颜料要浓一点，才能调出近乎黑色的效果。画腿，清水要从上面一点点，还有毛的地方开始涂，这样边缘模糊的话，才有毛覆盖在腿上的效果。腿的颜色也要稍微调浓、调黑一点。我们又要再回来画一下尾巴。抹水铺一层蓝色的纹路，用尼龙毛的笔画一丝一丝的毛发。好，我们全身都可以补一些这种比较细的毛，把整体都更精致化一点。我们用笔可以把笔毛压扁一点，画出我们需要的形状。画这种比较细小的毛，除了用小支的尼龙水彩笔之外，我们还可以拿毛笔把它压扁来刷。其实身体差不多都完成了，只是我还想要再把主次、虚实给它再分开一点。
终于来到画石头的阶段，我们先来用普通的白纸制作遮罩，等等在画石头材质的时候，才不会影响到其他已经画好的地方。画出鸟的轮廓，大概画一下就好。这次画石头不会用到蜡，如果对如何使用蜡来制作出材质感有兴趣的朋友们，可以看上一支影片。斜线的部分就是要留下来的部分，其他就可以先剪掉。那我们再对一下位置是没有问题的。对好位置之后，我们先把遮罩放在旁边备用。首先铺石头的底色，我们先画一层清水。涂清水之后，只出现了一点一点的状况，这个是脱胶的现象，也就是纸上面的胶受到了破坏。我是因为画好鸟的主体之后，又过了好几天才画石头，所以可能受潮或者是有晒到太阳，所以大家可以好好保存自己的纸，例如说不要晒到太阳，用夹链袋封起来，或者是放一些干燥剂。用敲笔法制造出淡一点以及和牙刷喷溅的纹路不太一样的材质感。画小鸟在石头上造成的阴影，可以从照片上柔和的影子看出来，当时可能是偏阴天一点，或者是阳光不强的时间地点。我们去了解环境光，可以帮助我们把这张图画得更有立体感。好，我们要用牙刷来喷溅，制造出石头上面一个一个小颗粒的感觉。首先还是要确定纸面是干的，然后把我们刚刚做的遮罩放回来。现在要制造出柔和一点的颗粒，所以吹干之后，先再铺一层清水。因为纸面潮湿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喷溅上去的颗粒会稍微柔和一点。配合敲笔法，做出比较随机、比较大一点的颗粒。好，再继续加强阴影。可能大家会想说，为什么不要把阴影都画好了再做喷溅效果？其实这是看个人怎么选择，怎么去呈现这个画面。我是希望画面不要那么浮躁，很多一颗一颗的这种小点，所以把它压在阴影之下。我们还是可以用画笔来制造出石头的斑驳感，不要只有一点一点单一的这种材质效果而已。现在我们要来加一个小点缀。我在路边呢摘了一个小果子，来模拟一下，如果灰喜鹊叼着这一颗小果子，会是什么样的光影？铅笔线大概画一下。把亮点用清水先点出来，周围画红色，靠近鸟喙的地方越是闭塞处，也就是光照不进的地方，就加入一点点蓝色，调出深红色。关于水彩技法，其实不同老师教的会有一点点不一样，而且有一些技法彼此很相似，所以除非是技术考试或有特殊状况，大家其实可以放轻松，不需要很严格的执行技法规则，愿意开始动手画是更重要的。技法我们以后再详细讨论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心轻松的画画。下一次见。